張っている娘さんのこと、よかったら教えてください。七七さんのことも、よかったらもっと教えてください。それから、このラジオを聞いてくれているリスナーのあなたのことも、教えてください。这是一部我始终认为没有非六花水仙不可的剧情，即使在粉丝社群之间获得相当高的评价，也因为阿鲁斯特罗梅利亚在乌斯莫伊诺里空嘎拉嘎德之后，团体剧情方面久久没有具体幅度的推进，所以当时看过这部剧情之后，在我心中的排名有一丁点微妙。不过撇除这点之外，它无疑是优秀的可圈可点，尤其当中作为叙事观点的主视角。明明交付在全新甚至没有例会配音的角色身上，分散却鲜明有别而互不混淆。我们熟悉的偶像们纵使这次扮演布景般的存在，但也恰到好处成全了故事想要传达的核心概念。而这个核心概念因为有如双手奉上给玩家的真诚、谢幕的代表性的大功告成。大家好，我是 Skimmer。迈入3月也象征距离 Fist Life 更近一步。第二支迎向年度公演的影片，要来回顾解析去年 Force Life 前夕引起很大回响的活动剧情 You're My Love Letter。无论你对偶像文化或演唱会怀抱兴趣与否，相信都能多少对这部剧情有所感触。因为 You're My Love Letter 想传达的，正是做到运用偶像这个题材，真挚又朴实的想唤起埋在每个人心中的共鸣。You're My Love Letter 的剧情流程并不复杂。5位身份和年龄层不同的男女，面对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与各自的烦恼搏斗。阿鲁斯特罗梅利亚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着他们的人生。剧本为了描写公众人物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力，没有将登场人物锁定在热爱偶像文化的受众群，而是囊括了浅层客群的特征刻画。譬如拉开整部剧情序幕，打头阵登板的网页行销业者，并非六花水仙的粉丝。人生中3位偶像的存在，只是节目上的常客，所以留下印象。另外还有一位上便利商店夜班的男大学生，只是喜欢阿鲁斯特罗梅利亚的歌，可是却表明不对他们感到兴趣。如此的设定也促使他成为剧情中唯一直到结局受其影响最为模糊的角色。然而正是这样的人物描写，凸显了包含偶像在内的公众人物现实中影响力能够涵盖哪些客群。你未必得是投以关注的粉丝，都会偶然或透过本来熟悉的事物，感受到他们把自己呈现于众人面前的存在感。好比上述的男大学生一样，纯粹把对方当作接受举手之劳的过客。也会有人看过那些活跃于目前的个人魅力之后，羡慕和心生喜爱憧憬。因为女儿和千雪年龄相仿，产生单纯支持心理的中年上班族，渴望以甘奈同样找到属于自己的耀眼，关注以至于购买相关周边的女高中生。还有身为教职却烦恼周遭不给予肯定的眼光，只有热衷于甜话的广播节目时，才能暂时抛下烦恼的高中教师。这次没有取得到深入读者感官的故事情节， You're My Love Letter 运用闪耀色彩向来卓越的人物描写，将现实社会中受到公众人物影响的人群百态，以写实所以诚恳的笔触映入玩家的眼帘。也由于 You're My Love Letter 聚焦在群众并非偶像，让玩家沉浸在故事阅读体验时，更能加深情感上的带入。毕竟读者越是能够轻易在故事中找到与自己相似的角色，名为亲切感的共鸣就越可以引人入胜。值得一提的是 You're My Love Letter 也没有因此让阿鲁斯特罗梅利亚变得可有可无。甘奈、甜花和千雪尽管扮演着衬托他人的绿叶，剧本依旧不忘要在恰当的时间场合，让他们累积出的经验回用在面对他人的心意，同时又不会喧宾夺主。能够做到这点的最大原因，我认为莫过于 You're My Love Letter， 不论是叙述故事的架构，或者贯穿剧情的核心，事实上都紧紧抓住一个要素：
透过描绘列举偶像与群众彼此的人生，去强调两者共存着一条名为普通的连结。要谈论这个观点之前，要先引用闪耀 P 曾在 Illuminate 的活动剧情《Catch a Shiny Tail》之中，自述着大家是很特别，也是普通的女孩子。看似前后矛盾的说辞，描述的是不同层面，所以并无冲突。闪耀 P 所言的特别之处，指的是283事务所里面这些雀屏中选的女孩子，具备在偶像业界发光发热的特质。至于提及普通所想主张的，则是他们生而为人不会因为偶像身份就该被泯除或忽视的人之常情。You Are My Love Letter 之中有许多体现这个论点的桥段。千雪完成工作后回到宿舍，才熊熊想起回家路上没买到牙膏。那位网页行销公司的女社员，也在刷牙前一刻才发现同样的问题。田花读着没时间在广播上念出来的投稿，心想替粉丝加油的同时，也疑惑到祈愿这个举动，实质上到底能传达多少的心意。身为田花粉丝的那位高中老师，始终不放弃要表现出为人师表的风范，却也一直对于实际上能做到什么程度抱持不安，而时常自我怀疑。甘奈临时起意走一趟便利商店，不巧遇上想买的甜点还没上架，才刚打消念头没多久，值班店员出于善意，不想让甘奈期望落空，灵机应变准备了素食点心。甘奈因此能够满意的回家。当时善于察言观色的店员，就是那位有在听六花水仙的歌，却没认出甘奈在当偶像的男大学生。甘奈、田花和千雪因为偶像身份，有意无意的言行举止都足以影响许多的人。然而三人的生活中总会有某些时刻，他们得与其他人一样去面对日常生活的大小事。由此我们去反推偶像在业界所谓的发光发热，不也无异于各行各业一种适得其所的普通吗？之所以在粉丝甚至众人眼前被冠上特别的地位，是否因为透过信仰和成见堆叠出来的滤镜，才被那种方式看待呢？更严重的问题可能延伸出，这些偶像本该保有的平凡面貌，就此被群众抹杀到彻底失去的地步。打造令每位偶像适得其所，打磨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也愿意维护他们与特质同样珍贵、生而为人都有权拥有的平凡日常。283事务所选择让这些普通的女孩子有机会尝试特别的道路，着重于兼容并蓄的作品风格，可说是闪耀色彩向来的核心理念。营造出的成品也因此塑造出浓厚的写实感，感受故事剧情的玩家再从中获得共鸣。You Are My Love Letter 首次尝试聚焦在283之外的角色，并且从头到尾不曾退让去主张这次他们才是主角。为了有力的表现这个主旨，剧本选择了一项每个人都会具备、难以被他人取代的私有特征，也就是从姓名去琢磨人人拥有的自我价值。不是强调作为运转社会的一片齿轮，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要这种老生常谈。事实上，社会齿轮说的论调，反倒疑似在剧本中有被某位角色嗤之以鼻。You Are My Love Letter 真切想传达给玩家的是，人人就像他们被赋予的姓名一样，个个都有独立而不能被取代的存在价值。剧情中直接明示这段论述的桥段，是千雪收到网页行销公司的女社员的父亲，也就是因为女儿的年纪与千雪相仿，心生支持之意的那位中年上班族。投稿到节目上的信件，明白对方想点一首可以替分散各地、独自在人生道路上努力的每个人加油打气的歌曲。当即将播放歌曲的前一刻，千雪回想起先前自己没有好好记住别人的名字，误以为工作人员前世新人的经历之后，语重心长地提到很多时候因为场合，他必须与大家之类的统称去叫唤其他人。不过他最近体验到有别于能够轻易统称的单一代名词，每个身影背后都是一个独自的个体。有鉴于此，六花水仙觉得要好好表达出来，表达他们很珍惜那个由每个人聚集起来的大家。与此同时，三人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人也来告知名字和诉说自己的事。ナナさん、
お手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お手紙もね、オンエア前に3人で読んでなんて答えようかなって考えたんだよね。お手紙にも書かれてる通り、娘さんはすごく頑張っている時なんだと思う。すごく頑張ってて、心配させたくないから今は連絡しないのかもだし、素敵な報告を貯めている時なのかも。だからナナシさんに見守ってもらえて、娘さんも嬉しいと思うな。ナナシさんはもしかしたら少し寂しいのかもって思ったりもしちゃったんですけど。でもそれが嫌とかじゃないんだよね。ないんですよね。天下も同じこと思ったけど、思いの力は弱いから、たまになかなか届かないから、ナナシさんの思いは何回も伝えてあげてほしいです。すぐには伝わんなくても。それでは頑張っている皆さんのためにアルストロメリアからこの曲を送ります。曲に入る前に私からも一つだけ。時々私迷うんです。皆さんって呼びかけるとき、ファンの皆さんとかスタッフの皆さんとかよく使ってしまうんですけど、本当は一人一人がいるんですよね。その言葉の中に。それなのに一括りにしてしまっていいのかな。本当に私の思いは届くのかなって。だから頑張っている娘さんのこと、よかったら教えてください。ナナシさんのこともよかったらもっと教えてください。それからこのラジオを聞いてくれているリスナーのあなたのことも教えてください。教え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の名前を。这不仅是对别人告诉自身的存在，也透过这个方式重新审视自我价值。过去类似的概念曾在活动剧情《I'm Very Very Sorry》恋中对负责配音的角色说出了应该要更珍惜自己的想法。You're My Love Letter 用了移花接木的传达方式，诉说了要珍惜重视自身能够做到的事，每个人具备的价值会藉由付诸实际行动展现出来。你可能会因此遭受挫折，就好像剧中的原野美百合，想在网页行销的工作上证明自己，不惜跟挤牙膏似的抱病上阵，却终究不敌病情，只能将负责的项目拱手让人。可能会像原野杨吕美，想关心女儿却不得其门而入，烦恼作为对女儿来说父亲是否不再需要。也许会跟林藤萌萌和甲田比方这组高中的教师和学生一样，都因为自信不足又找不到明确的方向而困扰。当然也有机会遇上类似德丸银之介的困境，原本以为兼顾大学和便利商店打工的生活，可以靠时间去习惯一切，结果发现自己似乎慢慢迷失了热忱。但是诸如此类失败的经历，转念之下也能是再次付诸行动的最好动力。阿鲁斯托·罗梅利亚对以往回应支持者心意的方法自觉不足，所以在3人道歉的广播节目上特地公开了激励粉丝。原野杨吕美受到鼓舞之后，拿出勇气更主动的关心女儿，并表示永远会支持她，成功安慰了处于低潮的美百合。
林藤萌萌同样因为收听广播而打起精神，甲田比方将甘奈代言的口红当作护身符，调整好心态，重新去面对生活的德丸银之介。他则在执勤时无意间帮助了甘奈。You Are My Love Letter 正如同它的片名一样，将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比喻成来往的书信，主张了对于彼此的心意应该要借由行动去传达。人们透过实践这个礼尚往来的过程，会从中找到有如明辉般无可取代的自我价值。就好比整篇剧情直到演绎完这个理念之后，才向玩家公布这些角色的全名那样。也许围绕偶像为中心去扩展的影响力，其中能够带来的象征意义 ，You Are My Love Letter 就是很棒的一种诠释。我是 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You Are My Love Letter 还有一部分必须亲自去体验的剧情，例如闪耀披婉拒拍摄工作纪录片的理由，以及名为 Unknown 的意识流发言，丰富整部剧情对于重视自我价值的观点。什么时候去读都很有感触。而趋近年度演唱会的这个时间点，如果你很喜欢闪耀色彩，需要一个契机去跟更多同好分享这份心情的话，3月18和3月19的 Face Live， 我想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和我聊聊 You Are My Love Letter 的事。那就下支影片见咯。